她是医院里长相甜美的白衣天使，却因网络赌博欠下巨债，最终走上杀人肢解的绝路。这起震惊全国的案件背后，究竟藏着怎样的黑暗故事？2020年3月22日，广西玉林市一个距离第一人民医院不到200米的小区出现了状况。住在2楼的一位女士发现自家下水道突然堵住了，她和男朋友尝试自行疏通未果，便把情况告诉了房东。房东随后找来工人检查下水道，他们很快就发现堵塞物竟是煮熟的肉块，这些肉块非常可疑，看起来并不像猪肉或牛肉，而且谁会把这么多肉倒进下水道里呢？房东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，便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。警方迅速赶到了现场，他们竟然从下水道里掏出了整整2368块碎肉。更可怕的是，经过法医初步鉴定，这些肉块被确认属于人体组织。警方意识到这是一桩重大刑事案件，便立即对整个小区展开了全面调查。在调查过程中，3楼的住户李凤萍成为了警方的重点怀疑对象。与此同时，警方通过监控录像和李凤萍的行为轨迹，逐步确认了她的嫌疑。3月22日凌晨，警方在李凤萍下班回家的路上将她顺利逮捕。李凤萍与这位被害人之间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？杀人烹尸，真不敢想。李凤萍25岁，出生于广西博白县一个贫困家庭。她的母亲有精神病史，她是第一胎，家中还有2个妹妹和1个弟弟，父母靠微薄的收入勉强维持生活。李凤萍从小就很懂事，成绩优异，墙上都贴满了她的奖状，成为家人的骄傲。为了减轻家庭负担，同时方便以后照顾自己的母亲，她选择了5年制的护理专业。李凤萍大多数科目成绩都在90分以上。在毕业生推荐表的自我评价一栏，李凤萍写道，在以后的道路上，自己会更加迫切地要求自己充实、再充实，完善自我。毕业后的她顺利考入玉林市第一人民医院，成为一名护士。起初，李凤萍对这份工作充满希望，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。然而，医院的轮陪制度让她频繁更换科室。她曾在新生儿科待过，2018年6月转到脊柱骨病外科，2019年1月转至急诊科。护士们需要24小时在岗，3班倒。据她的父亲李九说，女儿有时过年也在加班，工作压力大，收入不稳定，生活的艰辛让她感到无助和迷茫。2019年，李凤萍在同事刘姐的推荐下接触到了一款网络赌博 App。起初，她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下注金额并不大。然而，试完的这几天，几乎都是输少赢多。这样来钱的速度让她尝到了甜头，逐渐加大了赌注。很快，她陷入了输赢的恶性循环中，下注的金额也越来越大，一天的流水就高达几十万，有时候一把就输掉几万块，最终欠下了高达290万元的巨额债务。李凤萍每月工资在5000到8000元左右，这在玉林本地已属于较高工资水平，但以她现在的工资收入，根本就无力偿还这个天文数字。2019年10月，李凤萍的债务已经压得她喘不过气来。为了筹钱，她谎称母亲做手术和结婚要买房，先后向多位同事借钱，却依然无力填补巨大的资金缺口。绝望中，她向医院的脊柱骨病外科副主任罗鹏求助。51岁的罗鹏是一位看似成功的中年医生，经常开着宝马车上下班。面对李凤萍的求助，罗鹏提出了一个苛刻的条件，要钱可以，但必须满足他的私欲。李凤萍无奈之下，只能屈从于罗鹏的要求。2人开始了一段暗中交易的关系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向罗鹏借钱20万，罗鹏同意后，他就按照他的要求发生了一次性关系。当天下午，罗鹏便赚了5万元到他的银行卡。李凤萍虽然内心充满了屈辱和痛苦，但为了能尽快还清债务，他只能忍气吞声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罗鹏的要求越来越过分，李凤萍的内心也越来越崩溃。2020年3月21日深夜，喝得烂醉的罗鹏再次来到李凤萍的出租屋，一进门就脱光衣服，试图强迫她发生关系。这一次，李凤萍内心的愤怒和绝望达到了顶点。趁着罗鹏熟睡之际，他用电脑电源线将其勒死。此时的李凤萍已不再是那个温顺的护士，
而是一个彻底被绝望吞噬的女人。李凤萍在杀害罗鹏后，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惊慌失措，而是冷静地处理了尸体。她首先用罗鹏的指纹解锁了他的手机，从支付宝中转走了98000元。然而，这笔钱几乎瞬间就被网贷平台自动扣走，剩下的仅有900元。接着，他尝试利用罗鹏的身份办理网络贷款，但由于需要真人识别，最终未能成功。在此后的20多个小时里，李凤萍开始处理罗鹏的尸体。他将尸体肢解成2000多块，甚至将部分肉块煮熟后冲入下水道。为了防止尸体腐败，他还仔细清理了出租屋中的血迹和尸体残留物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李凤萍还试图通过罗鹏的手机与其妻子联系，假装罗鹏仍在外地，以此拖延报警时间。案件曝光后，社会为之震惊。在法庭上，李凤萍的辩护律师提出，她是因为长期被罗鹏胁迫和压迫，精神濒临崩溃，才会在极度绝望的情况下杀害罗鹏。然而，法庭认为李凤萍的行为极其残忍，后果严重，对社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。最终，李凤萍因故意杀人和盗窃罪被判处死刑。对一审判决结果，李凤萍提起了上诉。他称自己因网络赌博输钱，找罗鹏借钱，但后者要求发生性关系，这令他觉得很耻辱。在杀害罗鹏之前，他因这件事曾多次自杀未遂。其辩护律师称，罗鹏曾强行与李凤萍发生性关系，但是李凤萍所述的罗鹏性侵行为缺乏证据认定，司法机关也未能再做调查，他的言辞也存在诸多矛盾之处。在二审过程中，李凤萍的父亲为他辩解，称女儿从小品学兼优，是被罗鹏多次威胁、恐吓后才犯下如此极端的罪行，不应该被判处死刑。然而，法院认为李凤萍的犯罪手段极其残忍，后果严重，社会影响恶劣，维持了一审的死刑判决。这个案件不仅揭示了网络赌博对人性的摧残，也反映了在高压环境下个人心理的崩溃。李凤萍的悲剧是一个极端案例，却让我们看到了潜在的社会问题：网络赌博的毒害、女性在职场中的困境，以及缺乏心理支持的后果。网络赌博看似虚拟，却能迅速吞噬一个人的理智和财产。李凤萍原本是一位前途光明的年轻护士，却因为沉迷于赌博，最终走上了不归路。而罗鹏的行为也暴露了职场中存在的性别压迫和权力不平等问题。你认为，如果李凤萍当初没有陷入网络赌博，她的人生会是怎样？面对这样的高压环境，她还有其他选择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麻烦大家帮忙点赞关注一下，传递正能量。我们下期再见。